Hello，大家好，感谢各位回到大直小老板第6集。我们今天来谈微型创业该不该冲一波。微型创业该不该冲一波？首先，在一开始的时候先来一下感性时间，那就是感谢大家的提问。在这阵子我们收到很多来自于大家在询问美甲创业或是个人创业的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来自四面八方有从 Facebook 来的，然后也有从写 email 给我，但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留言的，甚至连 IG 都有人在问我了。更让我觉得很讶异的事情是现实生活中也开始有朋友拿着这个 podcast 的内容来问我创业的事情，这让我蛮讶异的，非常感谢这个信心十足，非常的感动。讲到这边我们就要提到 podcast 的一个特别的状况，浏览数少但互动多，其实我在看我们 podcast 的浏览数的时候其实看的是蛮心寒的。说实话，原本就是纯 podcast 的播放其实每一集还不到100，现在是2020年11月，每一集 podcast 的播放数还不到100，在 YouTube 上面的话稍微多一点可能有个几百而已。照理来说这么低的浏览数，其实互动应该很少，没有什么人会发问或留言But 让我非常的讶异的事情是，竟然有好多人在回应我这些东西，是蛮讶异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影片可能有50万人的浏览，那当然有很多的回应跟 feedback， 那几万的浏览也会有一些回应跟 feedback， 可是我很讶异才几百就有人这么好的一个回复，所以 podcast 真的很不一样浏览数少但互动多，小小的成就感来，接下来我要谈下一个小主题啦，那就是营业内容与谈心的影片。如果说你看我们的整个频道里面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影片其实都是和我们营业有关，大约30%吧，和我们做职涯矫正有关，那30%是我们在做教学，其实教学是为了未来开课为了加盟做这个准备那30%可能就是我们做漂亮指甲、艺术指甲或者是宠物的事情，那些都是营业的内容比较像是现在赚钱或是未来赚钱的东西那这些营业的内容实际上它会转成现金而贡献给我，有些是现在贡献给我，有一些可能是几年之后才会贡献给我，那就是可以用钱去衡量的那会得到该有的一个鼓励、奖励、信心。可是像我们录 video podcast， 这其实就是谈心的影片说实话了podcast 以后到底可以用什么方式去获益，其实我不知道完全不了解能不能做广告，我觉得应该也不行，算是和各位交心交个朋友的这个影片当然啦，我们现在的浏览数少，问问题的人也少，所以说我才可以1对1的很认真的去回复你们所有的问题当然啦，朋友们问的问题长写的东西多，那我相对的就会回的多如果说朋友们只是小小的简单的问1-2句，那我当然也就只能够简单的回1-2句因为知道的越多就回的越多嘛当然了，这个交朋友这件事情真的很开心，说实话真的很开心，这也是使我继续做 podcast 去做到第6集了耶。我这 podcast 是很累的，真的差很多从内容剪辑到初稿其实大概2天的时间了成本超高所以呢，还是要提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过日子还是比较重要过日子还是比较重要的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2个部分一个当然是现金收益，一部分当然是心里面的满足感这2样东西是缺一不可的。如果说你今天做了一些微型的创业之后呢你的收入只是现金的话，而没有成就感的话，那就沦为什么上班了嘛那我们去什么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然后去当律师事务所上班，然后去台积电上班，那是一样的，我就是努力工作换钱回来，然后我在上班以外的时间去过我的人生。可是我们这些要做微型创业的，想要创造自己生活的人，我们的目标其实应该是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也会赚一些钱，然后我也要赚一些成就感，赚一些我的生活感，赚质感，赚我的快乐。所以过日子它不是只有钱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考虑要不要创业该不该冲一波的时候，
不能够只思考到现金。如果说只想到现金，那么在你18岁的那一年，你就应该要立志努力读书，对不对？好，电机系、工业管理、会计师、律师、医师，这些东西可以让你换到足够的金钱。可是如果说今天当年不是这么想，你就觉得哇，我的人生玩更开心，那就表示也许你适合另外一种的人生方式。所以过日子又回到一件事情，过日子很重要。你想要过怎样的日子，你想要怎么过日子，其实这才是我们思考微型创业的时候该不该冲一波的最主要最核心的那一个想法，那个价值。好，这个部分停一下，我们等一下到最后面再来提。我现在提汇入这个主题其实是有原因的。现在来进入下一个主题那就是想来上班学指甲。想来上班学指甲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朋友的发问，等一下再提。现在我们先提一个我觉得在台湾有个非常我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难过的事情，那就是很多人会把想来上班学指甲当作一回事。其实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社会里面，应该是求职者先把自己的东西先学好，然后再去那个公司或去那个职位，或者是自己创业，然后去贡献你的所长，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吧。可是在台湾有很多人会想说，我去哪边上班，然后在上班的时候去学习东西。总体来说我觉得这 OK， 这没什么大问题，我真的觉得 OK的。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是，如果你今天是什么都没有，是白纸一张，想去别人那边上班学东西的话，那势必就会在你的薪水里面，就势必的会被扣除掉所谓的这个教学成本。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非常有价值，假设你做最一般的工作都有4万块的水准的话，那么你可能要隐含着你去别人上班学东西的那个学费，可能就隐含了2万了。所以这个时候4万减2万，就变成2万，所以你就拿薪水可能就只有2万块。可是与此同时你在上班的时候，你要贡献4万的价值，然后老板再给你2万元的什么教学的一个成本，然后中间扣掉之后，你拿2万块的薪水。可是反过来说，当你在做一般的事情的时候呢，月薪4万块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很有价值的了。你要如何做到月薪4万块的价值，这是很困难了，尤其是当你什么都不会的时候。另外一件事情是，你今天做了一件你觉得自己好像很认真的事情，可是老板只给你1个月2万块的话，还不到我们台湾法定薪水目前台湾法定薪资应该是23800，老板只给你2万多块的薪水，你一定觉得哇，老板真是亏待我了，我做得这么辛苦，我学得这么认真，你怎么可以给我这么少的薪水？但是说实话你学得这么认真不是老板应该的，你学得这么认真是你自己原本就应该准备好的。我们再提一点点事情，例如说你今天要去跟公司当柜台人员当柜台小妹，你知道你要付出多少能力吗？第一个，你的大学至少4年，大学那4年的你也学什么管理商管国际贸易之类的，那这4年你学什么东西？你在学 Excel 怎么用，和别人沟通怎么沟通，和别人怎么一起做简报，基本的英文，基本的商业文书。所以你在大学那4年里面，其实你是累积了你去做什么柜台小妹的能力为了要当一间公司的柜台，你都得耗上你大学的4年才能去当一个柜台所以你知道你的能力是需要多长时间的累积。那么如果说今天你去了公司之后呢，你跟公司说我要做柜台，可是我很愿意学习，所以你要教我如何架网站。那如果老板跟你说好，那 OK。可是如果老板只给你2万块的薪水，然后你又要日以继夜的学如何写网站的话，那你会答应吗？很多人就不答应了吧。所以想来上班学指甲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但是为什么现在在我们美甲业是可以这么做？那就是因为我们缺人我们缺翻了。当你是一个 OK 的人的时候，你自己是张白纸，你要来我这边上班学美甲，我都接受。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目前比较特别的部分。那以后有机会再来提。朋友的朋友来发问，最近录了 podcast， 然后我也去接触了不同的人，加上前几集有说我在最近看房子，所以就会有新的生活圈的人去认识我。
那在他们的眼中，我是一个开指甲店死肥宅，没有专业，已经拥有一个住房，然后还要再花钱买另外一个住房的死阿宅。所以在很多人的眼中会觉得，哇哦，这一个不起眼的人，这个不起眼又没有魅力的人，他已经要买第二间房子了。我们其实看起来没有这种光鲜亮丽，我们还是很穷的，只是说他们会以为我们做指甲是那么的好赚，那么的有钱。所以我的这个的朋友的朋友就是在假定我们做指甲非常好赚，非常好学，赚钱又很轻松的情况下，就来问我这些问题。他问什么问题呢？他问说，你们指甲做得这么不错，那我的朋友的朋友能不能来你宝贝上班，一边上班一边学指甲呢？可是我刚才又提了，它后面隐含的意义是一边上班一边学指甲，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嘛。来学指甲之后呢，就可以学成很厉害，然后在我们这边可以现在不错的薪水呢，越拿越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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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顶了之后呢，再出去开一间指甲店，再和我们一样，越经营越好，越经营越好。然后买了第一间店之后呢，再买第二间店，这样子，哪有这么好的事？好了。那当然有梦最美，有梦最美那之后我怎么回答？来，我的回答有兴趣最重要我的回答是有兴趣最重要。当我知道这样的假设听到这样的问题之后我也蛮狠的，我就直接泼冷水了。我跟他说其实创业绝大多数都是失败的。我们自己先不要讲创业了，我们讲学一个技能就好了。你今天要学指甲，你一定要很有兴趣，因为现在在学指甲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学生时期了。我们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是爸妈给我们生活费，爸妈帮我付学费，然后你去学一个技能，所以你是心无旁骛的。但是当你已经毕业了，已经出去赚钱之后，你还要来学指甲，这个时候的状况就是需要一边赚钱，一边负担自己的生活，一边还要把你的钱拿出去，把你的时间拿出去，去学一个新的东西。这个不是只有包含在白天上班晚上学美甲的这种人身上哦。如果说你今天来美甲店当学徒，也是一样的道理你也是贡献了你庞大的劳力，然后我们再找时间去教你一些我们觉得划算的东西，让你去学习。所以当你已经毕业之后，你还要再学一份技能，那么你对这个技能势必要有非常非常浓厚的兴趣。如此一来，这个兴趣才能够支持你在这条路上面持续的走下去，因为这个兴趣将会学得非常的辛苦，尤其是当我们以创业为前提的时候，这个兴趣绝对不能够只学皮毛，因为只学皮毛的情况之下，可能连你的最基本的原物料成本都回不来。如果今天是为了维系创业为前提来做学习的话，我们势必会希望初期的原物料的费用，然后老师的成本，我花出的时间都要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把它赚回来。那这个时候兴趣就真的很重要了，因为你要苦学，不是像你在大学里面一样随便混4年，然后慢慢的去摸一个一点点的东西，没有这种事情以学美甲来说好了，基本上是在半年或1年之内日以继夜，没日没夜，没有假日疯狂的去学习这个技能。所以你一定要对它很有兴趣，它本身你在学美甲的当下，你就要获得非常大的满足。所以在没有金钱的回馈之下，你要付钱的情况之下，光是做美甲你就得到很大的满足，这样子的兴趣才学得下去。另外呢，我也跟他说在我这边工作的伙伴，他们最主要会选择来你宝贝上班的原因是生活方式的选择。生活方式的选择。现在跟我一起上班的同事，我们当然也给他们不错的薪水，然后给他们不错的工作环境。为什么他来我这边上班？不是因为来我这边上班薪水很高，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他们来我这边上班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一般的美甲店一般的美甲师，他所要做的事情，除了要做指甲之外，他还要负责客服，他要去安抚他的客人，回答他客户的问题，他甚至还要去招揽自己的客人，因为店家给的客人不够嘛，他要自己去网络上招客人，然后自己去拜托大家一起来，然后一个推荐一个。他们还要负责最基本的
就是收钱啦。再来是他们也要自己买自己的原物料，自己买自己的器材，然后自己去和所有的供应商做沟通。甚至如果说他自己要架一个 Facebook， 要架一个网页，有一个 LINE 的话，他也要去经营它。所以一般的美甲师基本上是全能的。台湾目前的美甲师应该是全能的，什么都要做。这导致的是你真正赚钱的时间可能很少，可能一天就6个小时在赚钱，也许8个啦。可是你可能要花1倍的时间。比如说，也许你要再花8个小时，再花6个小时去干嘛呢？去宣传你自己，约客户的时间，帮客户改约时间，解决客户的问题，和客户讨论他要做什么样事。如果客户有不满意的话，安抚客户或者是要帮客户重新修补他的指甲。好，所以一般的美甲师他的工作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长的，种种的工作时间算起来，一天10几个小时是跑不掉的。市面上面大家会认为，一个成功的美甲师，应该说是一个顺利的美甲师，感觉上薪水不错，是不错，可是他们的工作时间也非常非常的长。如果说你今天工作时间没有这么长的话，你可能就拿不到一个将近4万块的薪水。好，所以我的工作伙伴来我这边上班，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薪水给的高，而是我们帮他们把这些不必要的东西全部 cover 掉了，宣传啦、预约啦、收钱啦、客户的客数啦，这些东西都是由我们店家去处理掉了。所以他们就有更短的工作时间，然后他们可以更专心在他们做指甲上面。因为这一些人他当初就是因为喜欢美甲，所以他们来我这边上班的时候，他们只要专心做他们最喜欢的事情就好了。我想大多数人应该都不喜欢什么文书处理啊、宣传啊、然后客服啊这些东西。好，所以这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他不是因为钱而来我这里的。所以接下来我要提到下一个章节了，那就是微型创业的必备条件。微型创业的必备条件，当我们在谈你想要做微型创业的时候，微型创业是最后的目标了。要微型创业势必要有个技能嘛，要先学会一个技能。要学会一个技能之前，你现在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计划嘛。你要先选择，我要做哪一条路，我往哪边去发展。那你今天如果选定一个东西的话，不一定是美甲了，我觉得任何方式都是。你今天想要选择一条路去做微型创业的时候，我觉得有3样东西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事情是对项目强烈的兴趣，第二个事情是来自工作本身的成就感，第三是要维持足够的金流。我们一样一样来，对项目强烈的兴趣，对项目强烈的兴趣。当你想要做微型创业的时候，刚刚前面已经提了很多由于我们在学一项技能的时候，它是一个痛苦的、花时间的、花钱的，可能初期还有一些挫折，因为自己训嘛，没这么厉害，能够支持你一路往下走，能够目空一切，继续埋头去努力的东西，一定是要有强烈的兴趣。没有强烈的兴趣，真的很难走得下去。可是有些人会说，不对啊，好像有些人没有强烈的兴趣一样可以啊。没有错，那是另外一群人。在这社会上面有一群人，他没有兴趣，可是一样可以做得很好。可是那一群人通常不太会考虑到微型创业，因为那一群人他本身在读高中的时候或读国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展现出即使没有兴趣，他们一样可以做得很好。所以这群人读书就会读得很好，他们就是班上名列前茅的人。他们有些人当了医生，有些人当了工程师，有些人当了律师、会计师，有些人当了音乐家。如果你不是，那就表示你对于没有兴趣的东西，你是无法怎么样坚持下去，无法把它做得好的嘛。所以如果说不是读书一开始就很厉害的那一种人，如果说你想要微型创业的话，那请找一个你有非常强烈兴趣的，这样才走得下去。然后再来是来自工作本身的成就感，来自工作本身的成就感。那我自己做指甲的嘛，大家会说我们做指甲，所以说有些人很喜欢做指甲，做完指甲之后就很有成就感做自己的指甲也很开心，做别人的也很开心，那就是很 OK 的一个事情。像是有一些阿宅，很多阿宅觉得拍妹很棒，把女生拍得漂漂亮亮的就很棒，他们就会去试着想办法把这个技巧不断的精进，不断的精进。所以各位可以发现，现在台湾有很多这个独立摄影师可以帮你拍婚纱的，可以帮你拍艺术照可以帮你拍一些纪念照，甚至帮你拍孩子的照片。
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把别人拍漂亮，他们就很开心，所以他们才可以努力的走下去。你们知道要学摄影一直学到可以赚钱，中间那个痛苦的过程是很夸张的，要学好几年，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可是他们对于工作本身就可以有很满满的成就感，你当然可以走得下去。同样的道理，我们刚才提到会计师啊、医师啊、律师啊、工程师啊，其实这些工作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成就感的，他们成就感来自于现金啊。但是刚才有说了嘛，这社会上有少部分的人，他们可以在他们不喜欢的情况之下，一样努力，一样去认真。如果你是那样子的人，假设你已经在台积电上班了，然后你现在觉得我不想要做台积电了，说实话，因为你够努力，还有你对你没有兴趣的东西一样可以认真，那么你现在要做美甲也好，做美发也好，做摄影也好，甚至你要去乡下种田也好，我觉得你都会做得好。因为没有兴趣你都可以活得下去，没有兴趣你都可以继续努力下去。可是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做那件事情本身没有成就感的话，他们就很容易会枯萎，越来越无力，然后就算了，不想做了，不想持续了。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讲，我觉得工作本身的成就感一定要有，好，这样子你才可以逆着风往前进。再来我要提的是足够维持的金流，足够维持的金流。当你今天决定要学一样东西，或是当你今天决定要跳出来创业的时候，金流这件事情一定要认真思考。我之后应该会开一个主题来谈这件事情，那今天先简单谈。维持足够金流的方式有几种。第一种，你可能边工作边学习，边工作边创业，那么靠着那一份工作的收入可以去弥补，可以去支付你创业或学习的钱，那 OK， 那就是维持足够的金流，这第一个。另外一种是你可能存了一大笔钱，然后呢把工作停了，专心的来做这件事情，那一大笔钱至少要支撑你半年，至少撑半年。这边要说的事情是，如果你今天打算放下手边一切的事情，专心在你创业的目的上面的话，那么至少需要留半年的现金规划。半年的现金规划是指说，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之下，你的创业所需要的钱，你生活所需要的钱，至少需要半年。为什么提半年？这是一个蛮多人都会建议的，至少半年。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今天建了一个网站，或是你今天写了一个部落格，你希望搜寻引擎可以搜寻得到你的情况之下，通常也要半年。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做了一个网站，它的重点在于把胖子变帅哥，你写了很多的文章，然后找了很多的案例，可是这个网站要被别人搜寻到的时间至少要半年。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做一个 YouTuber，你想要在 YouTube 上面 promote 自己，可以，你拍了很多的影片，然后讲了很多你的专业的项目，可是你希望它这个浏览数可以爆开来，很多人可以进来看你的话，通常也需要半年。像我们你宝贝的网站，我们的流量大概在1年多之后才开始有流量，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应该也是在经营了1年之后才开始有流量的。所以说我们都已经算是经营的比较认真的了，我们都需要1年的时间。所以当你在创业的时候，一定要留好至少半年的钱，因为很有可能你的流量是从1年之后才会开始有的。那这半年怎么办？打广告啊！像我们在宣传能力不足的时候，我们要打广告，包含了跟 YouTuber 合作、跟网红合作，可能请别人业配、下关键字广告，这些东西都是很烧钱的，非常烧钱。所以在一开始创业的时候，这些金流就要准备好。那当然我们刚才一开始有提嘛，有些人是边赚钱然后边创业，用一份工作养一份工作，那也 OK。这个时候你要想到一件事情是，你要设一个停损点。例如说你可能设一个1年或者设个半年的停损点，当你的创业确定走不下去了，或者是撑了1年之后都还没有起色的情况之下，那就应该要放弃。其实创业跟投资是很像的，其实创业就是用投资啦。所以金流的部分你是不可以无限制的一直烧下去，因为同样的金钱你花在 A 的地方跟花在 B 的地方跟花在 C 的地方可能都有不同的效果。那如果说今天花在 A 地方不够合成本的话，那么可能就放在 B 的地方或放在 C 的地方了。举个例子来说咯，如果说你今天开一间指甲店，弄了半年弄了1年都还不赚钱的情况之下，那说实话我宁愿把钱拿去买什么？买股票嘛，对不对？对啊，是买台积电嘛，好，每年还可以稳定的往上涨。那这次你觉得台积电很危险不好，那你也可以去买定存嘛，定存1年也有1.多%、2%的利息，总比不赚钱还赔钱来的好。所以微型创业它就是种投资，投资就有选择。即使你对一个项目非常有兴趣，你自己本身也要做好停损点，在什么时候多长时间的时候要停下来，或烧掉多少钱之后就应该停下来，这很重要的咯。
创业到底该不该冲一波？创业到底该不该冲一波？首先要跟大家说的事情是，所有的创业都一样啊，所有的创业都一样。当你在决定要不要冲、要不要试的时候，首先要知道的事情是，自己的未来要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要自己决定。有很多网友都来问我说，他适不适合创业，或适不适合学指甲，适不适合走这个走那个。那我的回答一律都是适合，可是这个世界需要的东西不是平庸的人，这个世界需要高级的人，需要精进的人，需要认真的人。今天你能不能成为一个高阶的美甲师，能不能成为一个高阶的摄影师，能不能成为一个高阶的艺术师，能够成为一个高阶的专业电动玩家，我们外人是无法替你决定，也无法替你预测的，因为这东西关系到你自己身上，所以自己能不能够坚持下去，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自己有没有那个兴趣，有没有那个喜好，有没有那个毅力可以走下去，这真的只能自己来决定。我们这些外人们只能给你鼓励而已。也就是说，你问我你要做任何事情，我都说好啊 OK 啊，因为做什么事情我觉得都有成功的人，但是平庸的人一定过得很辛苦，只有那些坚持到最后的最厉害的高阶的过才开心。所以我们在选择创业的方向的时候，我们的思考有很多种不同的。有些人他一开始想说，那我做平庸的就好了，他可能去开面店，反正面店只要做的不要太难吃，他就有生意。可是有一些人他的创业是像我好了，我一开始就想说，我要做最棒的美甲店，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朝着目标走。当然我们很幸运走到了，可中间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成本，很多很多的努力去做这件事情。你要做怎样的创业，你想要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你自己才能为你自己做决定。再来是技能要能多用途，技能要能多用途，这个东西要好好提一下。首先当你今天在做一个微型创业的时候，我会建议你那个技能是可以创业，也可以去上班，也可以接 case 的技能。举例子来说，如果你今天要去学怎么做网站，美术设计师那一篇的这个技能就很适合。为什么？因为这个技能呢，当你做得好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开一间网站形象设计工作室，可以自己去接案子。当你做的没有这么好的时候，或是你不想去接案子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代工，你也可以接别人转给你的代工单，代工做网站的设计。即使你也不想这么做了，即使你能力没这么强，那你也可以去设计你自己的网站，你可以帮朋友设计网站，或是你也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在接单网站上接那些设计的单。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做网站设计这一份专业，这个创业它就符合多功能，它可小可大，可自己做，可以给别人做，也可以变成很大的连锁企业。同样的道理，指甲也是嘛。当你指甲做的没有这么好的时候，你可以帮自己做，至少省钱；你也可以帮朋友做，哇，至少开心。再做好一点，你可以帮朋友收费做，赚一点钱，赚点小钱回来弥补一下。再进阶一点，你可以这样去指甲店上班，当他们的员工。再进阶一点，你可以自己开美甲店，或者是再进阶一点点开连锁店赚大钱。所以这就是一个多用途的技能，可是千万不要去选一个没有多用途的技能。例如说什么呢？例如说手摇店，今天花了100-200万去加盟一间手摇店，最后你学会什么？摇饮料，这个不行，这个都不行。这个技能它本身没有多用途，所以你除了去开路边的手摇店之外，你什么事都不能做。这样是不 OK 的，不 OK 的，切记啊！可是手摇店适不适合去开？其实也适合，可是那不叫创业，手摇店那叫投资啊，那不叫微型创业了。后面谈，后面有机会再来谈这个。创业失败是常态，创业失败是常态。刚好前面有提到，创业90%以上都是失败的。那我自己的例子也差不多吧，我大约算一算，到今天为止，大概创业7次到8次，只有1间成功指甲店成功，剩下都失败。有一些失败是失败到赔到底的那一种，大部分我的失败都是属于打平的那一种，不赚钱，然后也不赔钱。然后少部分的失败是可以赚钱，可是赚的钱太少了，不合成本，还不如我去上班。所以说创业失败真的是常态了真的能赚钱的东西不多。所以当你在做微型创业的时候，就要知道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这么热爱创业，或是别人这么热爱创业呢？那是因为创业可以提供给你的成就感跟生活上的改变是其他工作无法替代的。像我创业长期以来总共有7-8次失败，只有1次成功。可是成功的这一个美甲店，我可以持续经营下去。
对吧？像我做美甲店成功了，那我就继续经营下去，经营10年，他就赚10年了。赔钱的部分呢，赔就赔咯，赔就停掉嘛，对不对？赔钱的部分可以停损，赚钱的部分可以永续，这就是创业最好玩的地方。可是反过头来说，你能不能够撑得住10次的失败呢？大部分吧，创业10次大概只有1次会成功而已。可是成功的那一次通常不会在前面，通常都在很后面，可能第10次，也许你资质努力或者你比较衰，你可能到第15次、第20次才成功。好，那前面的10几次的创业，你撑得住吗？会不会因为不断的失败，就把你的心智都摸索到完全不行的呢？这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创业失败是常态，那你自己的心智要准备好。所以像我刚才前面有提的嘛，如果你今天要做微型创业的话，最好那一个能力是可以多用途的。所以即使创业失败了没关系，我往后说一下，我去当别人的员工也好嘛。就像指甲也是咯，如果哪一天我们这家店做得不好，我们真的收掉了，没有人喜欢我们的话，那至少这个 Peggy 嘛，可以去这个夜市摆摊嘛，对不对？帮别人涂指甲油嘛。那我呢，我也在夜市摆摊咯，我可以帮阿公阿嬷剪脚指甲啊，对不对？帮他磨磨脚底硬剪啊，我也是可以养家活口啊，至少糊口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还不错的创业。可是回过头来说啦，你的心态呢？有时候创业失败之后，那个人的心就萎靡这样子，然后就不会去做替代性的方案了。最后总结一下咯，你只要做微型创业的时候，你要找一个你喜欢的工作，这样子即使失败了，你还是失败的很开心，因为至少我做了我喜欢的工作了。而且如果这份工作又是多功能的话，当不成老板，我去当员工，我做的也很开心。如果说假设再烂一点点，我技术真的很糟，我真的不适合，员工我当不了，那没关系嘛，至少怎么样，我还可以为自己做做指甲啊，为朋友做做啊，帮亲朋好友服务啊，获得一些成就感。在亲友眼中，我也是了不起的神嘛。对啊，所以微型创业要不要冲一波？可以啊，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前面的但书，请认真想好，认真听好，认真安排好你所有的后路，认真确认你是适合的人。那么今天就到这边，下一集讲什么呢？下一集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下次见，拜拜。